在那片混沌的光洞之中，那一只无形的巨手，如同冥界之门的使者，缓缓伸出它，无形而恐怖，带着冥界之王般的威严与冷酷，似要将世间所有生灵的魂魄统统吞噬。萧炎、灵动木尘他们站在原地，面对着这股压迫至极的力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然而就在那巨手即将触及他们的一刹那，周遭的空间突然扭曲变换，仿佛有无形的空间力量自发挥着作用，空间如同液态般波动起来，开始扭曲变形，如同一张被突然拉扯的织物。他们的身影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在扭曲中渐渐模糊，最终彻底消失在了那片异变的空间之中。巨大的手掌抓了个空，即便洞穿了那处虚空，也无法吞噬到萧炎、灵动木尘他们的神魂光洞之中。传来一声空旷的回响，却再也找不到萧炎、灵动木尘等人的踪影。即便巨手再次用力，试图再次洞穿虚空，也始终无法找到萧炎他们的神魂位置。在萧炎他们逃离了此处之后，这股力量开始涣散开来，无形的巨手和那片光洞都如同烟雾般消散了，只留下一片死寂的虚无。而那些被吞噬的魂魄成了游荡的囚徒，他们徘徊在天幕的深处，无法安息，也无法逃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悲怆，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也是对未来的无尽迷茫。那些不幸被吞噬的魂魄已经成为了天幕中的永恒囚魂，永远失去了自由，也无法转世轮回。萧炎他们的视线从模糊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在这一瞬间，他们只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失重感，随即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里，而且也直接冲入了自身的肉身之内，神魂入体。萧炎、灵动木尘三人终于可以行动，他们回头望去，原本巨大的手掌和那深不见底的光洞已经消失不见，就连那天幕也消失了，只留下一片空旷和静谧的虚无。好险，终于算出来了。萧炎与灵动木尘三人肩并肩立于一片这虚无之地，虽然那天幕已经消失了，可是其中的绝望的气息依旧让他们的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后怕。刚刚的逃亡如同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惊险至极。灵兄的空间祖符真是神奇的力量，萧炎不禁惊呼出声。刚刚要不是灵动的空间祖符力量将两处空间进行着移位，恐怕他们也很难逃出天幕扼杀的宿命。灵动也长舒一口气，他的呼吸在逃出天幕后显得有些起伏不定，然后稍微调整了一些情绪后道：其实我也没有把握可以在那1秒钟让大家逃出来，不过这空间祖符力量实属没有让我失望，竟然真的能够做到了。萧兄、木尘，大家没事就好。灵动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庆幸，对于空间祖符力量的认可也是逐渐的再次充满了信心。如果日后真的有机会蜕变成神符，那空间祖符力量也会变成空间神符力量，那到时候的神符力量将会更加的恐怖至极。两人的对话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无需，刚刚一直担忧的祈祷着萧炎他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出来，此时见到萧炎没有事情，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急切步伐奔向萧炎，最后几乎是扑进了他的怀中。萧炎弟弟，你没事吧？还以为自己要失去你了。他的声音里满是担忧，双手紧紧抱住萧炎的身体，仿佛害怕下一刻他就会再次消失。萧炎轻轻拍了拍吴雪的后背，然后给予他一个安心的微笑，在他耳边轻声温柔的道：我没事，这一次多亏了灵兄，我们才能够顺利的逃出天幕。灵动和沐尘在一旁见状，轻轻的咳嗽了一声，脸上带着几分尴尬，却也不失风度的退开了一步，留给两人更多私密的空间。此刻荒凉的虚无中，消散的天幕和他们四人的互动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紧张气氛而又稍显温馨的画面。萧炎和灵动沐尘之间的兄弟情，吴雪对萧炎的爱人关心，在这片虚无的空间中显得尤为动人。哈哈哈，厉害厉害，不愧是无上的传承人，你们的天赋当真是强大之极。此时一道笑声从虚无的深处传来，不过听着声音倒是让萧炎非常的熟悉。果不其然，在萧炎他们转头望去的时候，便是看到了一艘巨大的鬼斧方舟朝着虚无的深处缓缓的驶来，而刚刚那道身影就是从那鬼斧方舟之上传出来的。虽然隔着非常遥远的距离，可是萧炎他们如今已经是一位大道主神级别的存在，所以他们距离即便是很遥远的情况下，都是能够轻松的看得非常的清楚。萧炎目光一凝，便是在那艘鬼斧方舟之上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那一道身影显得有些苍老，体型枯瘦如柴，有着老态龙钟之色，但是那位老人的双瞳却是散发出比任何人都有生机无比的眼神，而且散发出来的气息极为的神秘而又强大无比。即便是萧炎、灵动沐尘他们三位如今已经是一位大道主神初期，可是在这位枯瘦老人的面前却是感到了无比可怕的压迫感。不过好在这艘鬼斧方舟之上的这位枯瘦老人并不是别人，而是萧炎他们很熟悉的那位神明三王之一的明九王。不到片刻的时间，那艘鬼斧方舟已经在虚无的黑暗中出现在了萧炎他们的眼前。小兄弟们，好久不见了。明九王站在鬼斧方舟的最前方，他俯视而下，然后对着萧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淡淡微笑招呼道。萧炎他们也立马对着明九王拱手恭敬道：小辈们，见过明九王前辈。四人极其的客气恭敬，毕竟明九王前辈乃是所有鬼王魂王之上的村子，而且这一次他们来自的目的也非常的需要明九王前辈帮忙，不然的话
就根本无法有机会进入神冥界的核心之地丰都。你们几位今日来此，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们？神冥界本就不应该有活人进入，可是这3位却是能够找到神冥界的入口，想必应该有什么大能在背后指点他们。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明九王的猜测，尽管只是一种猜测，可是他们能够从神冥36域到鬼魂森林，以及就连天幕都没能将他们吞噬进去。要是换作其他大道主神初期的话，那神魂或许早已经被困在天幕中了。当然从萧炎他们进入到神冥界的那一刻开始，明九王就已经知道了。之前没有直接出现，那是因为他特想试探一下这3位无上传承者的天赋是否真的不同寻常，是否能够顺利通关。如果真的做到了顺利通关，那么这3位无上传承者真的会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说不定还会成为新的传说，新的无上存在。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们神冥界自然会用尽一切资源去培养这3位能够成为无上潜能的天命之子。至于能否成为无上，并不是明九王的这一片面的猜测就能够去培养，毕竟他也只是神冥3王之一，而且整个神冥界也不是明九王说了算，在神冥3王之上还有那位神冥界的掌管者，那就是通天司神。只有在通天司神的认可之下，才会将神冥界中的所有资源全部灌入在他们的身上，让其能够成为新的无上传说。不过更让明九王震惊的，除了萧炎、灵动、沐尘这3位表现出的强大天赋之外，那位教无血的女子也是成功的被引起了注意，仿佛是发现了明九王都感到非常疑惑的事情，那就是天幕中的那股宿命之光，只要被照射之下，所有的万物魂体都会被吸入其中，即便是无上的传承者也是如此。可就是在这宿命之光接触到无血的身躯之时，竟是诡异的绕开了对方的身躯，仿佛是有什么无形的力量为其抵挡住了宿命之光。可是这样的事情明九王还是头一次见到，现在的他也是一头雾水和困惑，但是他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看来这位叫无血的女子体内应该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要知道天幕中神宿命之光还是能够让所有大宙中的万物一切的存在，只要是有魂体存在就能够引动魂体。可现在这位无血女子的神魂并没有被天幕的宿命之光影响，这就说明无血的身份并非只是武神阁之女那么简单。或许就连她自己应该也不知道自己体内隐藏的秘密吧。明九王的目光在无血的身上多停留了片刻，不过也被萧炎发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心中暗自道，难道明九王在无血的身上发现了什么？其实萧炎也已经发现，刚刚自己灵动、沐尘3人的神魂都被吞噬天幕之中，而只有无血的神魂并没有被吞噬，那就是说明无血的身份也让萧炎感到一些疑惑了。而每当自己想起一些有关于无血的某些方面记忆时，他的脑海中总感觉有着嗡鸣声从深处中传出，令得他的头非常的疼痛。至于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萧炎自己也不清楚，仿佛在内心深处中似乎有一道被封印的记忆一般，每次想要极力的去触碰这道封印的记忆时，他的头就会非常的痛，导致他也不会经常去想那一道的记忆玄机。萧炎也是将此次他们前来神冥界的事情告知了明九王。原来如此，萧炎小兄弟的亲人朋友都在这一次的2大神界毁灭下从而陨落，他们的魂魄的确会来到神冥界进行审判转世，但你想要复活你的亲人朋友的魂魄，恐怕即便是我也无法做到。但你应该也了解到，在神冥界之子之中能够复活魂魄的只有2位，一位是如今神冥界的掌管者司神，另一位便是神冥界之神的无上冥神。至于后者是没有机会了，或许只有司神出手的话，或许能够复活你的亲人朋友的魂魄。明九王也知晓了详细的来龙去脉，喃喃地说到，司神目前看来只有他的萧炎把复活亲人朋友的魂魄之事全部放在了这位神冥界的掌管者身上。但是司神现在在丰都，想要前往丰都需要神荼的批准，不然即便是我和炎鬼王都无法帮助你进入丰都城。明九王解释道，之前萧炎他们也从黑白双煞鬼王的口中得知了，想要复活轩儿、彩铃他们的魂魄，只有那位通天司神以及无上冥神，目前看来只有前者才是唯一的办法了。那请明九王前辈带我们去求见神荼王前辈，复活亲人朋友的魂魄是我非常重要的事情。萧炎非常的诚恳道。好，那么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神荼。明九王也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再晚一步的话，可能真的萧炎的亲人朋友的魂魄已经进入了轮回银河之中，到时候就真的即便是通天司神出手也难以拦阻那些魂魄的转世之路。毕竟转世轮回乃是大宙秩序中的一种部分的法则，任何神灵都无法去阻拦，即便是造化主神出手都难以阻止。萧炎、灵动、沐尘、无血他们的身影朝着上方的鬼府方舟纵身一跃，直接跃上了这艘鬼府方舟之中。在他们纵身一跃来到了鬼府方舟之上后，这艘方舟与平常他们所乘坐的方舟有所不一样，这一艘方舟宛如存在但又不存在，给人一种虚虚实实的感觉。它似乎由光影编织而成，触之即散，却又坚固无比。鬼府方舟在明九王的操控下如幻似真的，其
切割这片混沌虚空，向着神冥界的第3道防线三明鬼斧破空而去。在神冥界之中，总共有着4道防线，第一防线便是神明36羽，第2道防线就是鬼魂森林，第3道防线乃是天幕，而第4道防线就是三明鬼斧。只有到了这第4道防线之后，才能够进入神冥界的核心之地丰都城。当然，这第4道的防线可不是那么好攻破的，这里可是有着3位神冥界的王者大人坐镇，其中还有一位已经触及造化规则之法，所以在如今的大咒之中，没有任何一方势力可以冲入神冥界之后破开这第4道防线。